这个逆子！做梦？这大刀，这感觉，是武侠片现场？不是梦，我穿越了！这个世界居然有武道，可亲爹为什么对我下死手？咱们江家几代人，全是从尸山血海里拼出来的武将。到你身上，不想练武杀敌、建功立业，反倒花钱买功名。你买的还是天下第一的状元。状元还能花钱买？此事一旦败露，整个镇北侯府都会万劫不复。你这是光宗耀祖，你是打我江景城的脸，打列祖列宗战死沙场的脸面。到底是谁想陷害我？我们江家手握北疆重兵，一旦侯府倒台，最大受益者难道是当今圣上？我前世文科博士，想要坐实状元身份，洗清舞弊倒不难。可江家手握重兵，再出一位文状元，功高债主，圣上照样容不下我们。老爷，有火气全冲我来，小白他还只是个孩子。孩子？他如今这副混账模样，全是你常年娇惯出来的。全京城谁不知我江景城最验文官？你倒好，偷偷舞弊买状元，这事传出去，我的颜面往哪里放？老爷，你太过迂腐，咱们儿子说不定是想给你一份惊喜。我迂腐？惊喜？我看你是愚不可及。面子暂且不论，全天下都清楚这废物胸无点墨，3日后放榜，只要一提出质疑，舞弊买官便是铁证。这是株连9族的欺权天下，我镇北侯府为了虚名，已经不择手段。老爷，快想想办法，咱们如今只剩这一根独苗，他要是出事，我也不活了，你们江家彻底断后。事到如今，眼下只有一条可行出路。哦，造反吗？小白，还不快给你父亲道歉！父亲，我随口说笑，您切莫动怒。老爷，孩子已经认错了，快说说你想好的法子。哼，唯一办法让小白入赘别家。圣上多年一直忌惮我手中北疆兵权，小白是江家唯一继承人，若是入赘外姓，等同于江家名义无后，正好给圣上交出一份定心丸，能从轻软恕他舞弊之事。我知晓你心里定然不甘，但祸是你自己闯下，想要活命，必须承担后果。我同意这个办法。小白，你醒了，身上还疼吗？还好。宫里传来消息，科举榜单3日后就要公示，到时候你必须入宫面圣。不是幻觉，我真穿越到这个文武并存的大华皇朝。你父亲已经外出敲定入赘事宜，只要放榜前定下婚事，必能保你平安无事。老爷，事情谈妥了。我走访数家名门，全部回绝，只因为他在外名声太差，京城世家女子无人愿意与他结亲。那找寻常普通百姓人家。圣上天性多疑，若是入赘寒门，只会让他认定我江家刻意演戏，疑心更重。方才归来听闻，今夜李丞相府举办大型诗会，京城诸多名门才女都会赴宴。万万不可！李丞相是你朝堂死对头，素来针对咱们江家，更何况小白胸无点握，去了只会沦为全场笑柄，没有女子会看上他。就算是政敌，为保儿子性命，我也必须放下脸面。所有安排我已经全部做好，我托人写了3首成品诗作，白天抓紧熟读背诵，今晚赴诗会至少不会太过丢人现象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你笑什么？父亲，你确定这种文字配称作诗？真拿出去展示，别说谈婚论嫁，在场姑娘连夜搬家避祸。你原本大字都不识几地，难不成还能写出更好的诗作？写诗和识字多少并无关联，我或许在诗文一道自有天赋。你能把这3首打油诗完整背熟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夫人，你来教他背诵，今日背不衰，不准进食。侯爷，诗会所有后手安排妥当，全部布置完毕，今夜万无一失。此事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春风吹我读书忙，纸上文章写几行。他年若是高中日，吃肉喝酒进朝堂。真是一首绝佳好诗。小白，跟着我诵读一遍。今日倒是开窍，3首诗这么快背完。事关性命安危，孩儿自然上心。今晚我必须抢先改变局面，不能任由父亲一意孤行。参见侯爷。
跟我走。今晚诗会，看上哪家姑娘先记下姓名，散场后告知我即可。听清楚没有？其余女子任选无妨，但一人绝对不能碰。丞相之女李知微，你根本配不上她。李知微，京城国子监第一才女，当朝太傅连凤硕关门弟子，太傅门生遍布朝野，权柄极重。父亲刻意禁止，是怕同时得罪丞相与文坛领袖两大势力。那万一他看上我呢？哼，他怎会看得上你？万事皆有可能。若你真能让李知微倾心，我第一个处置你。我与李丞相朝堂对立，你入赘相府，全天下武将都会耻笑江家。文武两派水火不容，江家颜面荡然无存。江大人，江公子到！今晚是我扭转舞弊死局的唯一机会。自家老爹出门赴宴，气场如同带兵抄家。侯爷，今夜诗会，滚！你带世子前往花园诗会，我单独与李丞相面谈。嗨。平日杀伐果断、傲骨铮铮的镇北侯，为保全自己，甘愿低头拜访政敌。跟随亲卫穿行亭台水涧，丞相府雅致精巧，与江府粗犷舞风截然相反。二位可有赴会请柬？这个好使不好使？请进。这是镇北侯府纨绔世子江小白，不学无术的废物，也敢来文人诗会，简直笑话。前身纨绔跋扈，不学无术，在清高文人圈子里本就人人厌恶，被排挤实属正常。世子，侯爷吩咐，尽管挑选中意女子。曾兄，你看那边，江家那个废物世子，居然敢来丞相府诗会。李丞相一直忌惮江家手握北疆重兵，这纨绔还敢主动登门，不知是胆大还是无知。江家满门英烈，如今只剩这么一个废物独苗，用不了多久，侯府必然彻底没落。倘若他两位战死的兄窘尚在，江家看可立足。如今只剩可惜二字，正好看看这场闹剧。此处文人诗会，不欢迎闲杂乱入，速速离开，莫要玷污此地风雅。有趣。身着儒生衣衫，却做看门恶犬的差事。你竟敢辱骂读书人！此乃丞相大小姐举办的诗会，不许在此斗殴撒野，请世子立刻离开。老先生的话听不见，还不滚！老先生说的明明是你。非也非也，我与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是来当拦路犬的，我是来赴诗会的。哼！全京城谁不知你江小白是不学无术的纨绔？你也配谈诗？你懂诗吗？诗，我还真懂一点。两犬征途费不休，一身书气半分羞。不曾腹有惊人句，倒学门前乱咬头。啊！这真是江小白写的？别是提前备好的吧？就算提前准备，也得刚好对上这场面才是。没想到这纨绔还有几分极致。
新老，你退下吧。是。这也太好看了。世子，这位便是国子监第一才女，丞相千金李知微小姐。侯爷特意交代，今夜选谁都可以，唯独她绝对不行。没见到人之前，他或许还能安分，可亲眼见过这般人物，入赘当然要选最好的，不然这赘岂不是白入了？来者便是客，我们做主人家的，哪有赶人的道理？小姐说的是老奴唐突了。江世子，方才之事是老奴失礼，还望见谅。老先生言重了，多谢李小姐解围。对方不是俗艳之美，而是雅静中自带气韵，越看越让人移不开眼。小姐，这位江世子倒不像传闻里那般不堪。方才那首小诗虽然损了些，倒也有趣的很。各位公子小姐，欢迎诸位今夜赏脸赴我家小姐的诗会。今夜良辰美景，琴音花色俱全，诸位尽可尽兴，吟诗作对，品评琴艺，交流学问皆可。若有诗词佳作，我家小姐会亲自点评。若是真有才学惊人之辈，说不定还能得我家小姐高看一眼呢。你觉得微微办这场诗会，目的是什么？世子您说什么？我问你，微微办这场诗会，真的只是文人雅集这么简单？不就是诗会吗？还有，世子，您能不能别这么称呼李姑娘，听着怪怪的。也行，以后不叫微微了，那就叫薇儿吧。怎么听怎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亲昵劲儿，而且，人家李小姐知道你这么叫她吗？我总觉得这场诗会没表面上简单，搞不好是冲我来的。既然如此，不如请李姑娘亲自出题，我等应题而作，方见真才实学。不好，世子，现场出题的话，您背的那3首诗就全没用了，文不对题只会更丢人。无妨。我家小姐说了，诗词一道，不止写景咏物，更可见人心智。今夜便请诸位以风骨为意，各展所长，诗词皆可。冒昧问一句，若所作最佳，可有什么奖励？果然是纨绔，张口就谈奖励，势圈之极。这种场合，旁人都想着扬名，他倒好，先问好处，俗不可耐。那不知江庶子想要什么奖励？倒也不求别的，若我真能拔得头筹，只求李小姐能亲自留我一样随身之物就好。比如一幅亲笔题字，或是一页手书墨宝，如此也算让我不虚此行了。若江世子真能做出今夜最佳之诗，我家小姐亲笔题字一幅，倒也未尝不可。那便一言为定。人活就要有骨头，不能低头，不能愁。若是遇事先天退后，何谈立世称风游？不错，诗意通透。以风骨为题，正好我对此颇有深话，灵感来得极快。青松站在山石旁，不怕风来不怕霜，身直叶青根又稳，一看就是好模样。各位不好意思，突然想到件好笑的事儿，你们继续。傲骨生风里。江小白，你未免太过分了，简直有辱斯文。
江世子笑得如此开心，想必是有更好的诗作吧。正好我也想到一首，不如咱们比较比较。怎么，怕了？这倒不至于。你先来，还是我先来？江公子，请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别待会儿连句完整的都接不上，装模作样，我倒要看看这废物能写出什么。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着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寻芳度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好词，词确实是好词，不过我有些怀疑，这词当真是江天子现场所作，莫不是从哪里抄来的吧？说得对，一个纨绔怎么可能写出这种词？肯定是抄的，为了博眼间剽窃的事都做得出来。我家喜宴池头树，朵朵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本闲。粉骨碎身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又让他装到了，不是让这家伙解释吗？这家伙不解释也就算了，竟然又做起了诗，这不是明显耍他们吗？而且还又是一首绝佳之作，尤其最后那句“只留清气满乾坤”，那份清傲之意，那份不媚世俗的风骨，几乎扑面而来。花开不并百花丛，独立疏离趣味穷。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你的诗呢？唉，无趣，太无趣了。世子，世子您等等，世子您还没挑人呢，侯爷让您来是挑人的。嘘，别说话，我在等我家薇儿叫我呢。江世子，还请您留步。请问李姑娘，还有什么事吗？生前答应江世子的彩头，世子还没拿走，若是不嫌弃，不如多留一会儿，等诗会结束，我亲笔奉上，如何？可我不学无术啊，不配待在这里。江世子诗作惊为天人，若你都算不学无术，那我们这些人岂不是都要自惭形秽了？既然李姑娘这么说，那我就多留一会儿。多谢江世子赏脸。诸位，风骨为题就到此为止。既是诗会，一味作诗未免单调，不如接下来咱们对诗取乐如何？对诗好啊，既如此，我便先献丑了。风摇花影碎，江世子，不知能否对得上？这有何难？月映柳梢斜，妙，太工整了，这下联简直浑然天成。既是对诗取乐，那我也出一个：近水先觉夜色微暖。深读，方能领会其意。逢君方知此意不单。这狗东西简直不当人子！别人对诗取乐，他直接对着人姑娘表白。李姑娘，我还有些事，准备先行离开，所以那彩头。江世子，请，奴婢带您去书房，我家小姐随后便来。好。诸位，江世子的彩头我还需亲自题写，各位暂且自便，我去便来。江世子，请在此稍后。世子，侯爷是让您来挑人的，您怎么说走就走了？
万一耽误了正事可怎么办？放心，本世子自有分寸。主子，江世子久等了，不知江世子想要怎样的字画？我说，你来做如何？可以。传闻江世子只知吃喝玩乐，不学无术，现在看来似乎不尽其然。没办法，有的时候纨绔一些，反而能保命。此话何意？我江家世代从军，满门忠烈，可到了这一代，我2位兄长都战死沙场。旁人只说他们死得壮烈，可在我看来，未必就那么简单。而我能活到现在，或许正是因为顶着这废物之名。那江世子今夜为何又要展露锋芒？既然藏拙能保命，这番表现岂不是自断贿赂？那李姑娘今夜又为何要办这场诗会？我听闻有人买官，买的还是科举魁属，所以想借着诗席聚齐京中学子，将此事彻底坐实，再联名告御状。只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没想到我这个传闻里的买官之人，还有几分真才实学，对吧？所以江世子今日特意前来，就是为了打消我的念头？不，我今夜过来，是想和李姑娘求合作的。合作？你想合作什么？不急，先把你答应送我的东西做好再说。不知江世子想让我做什么？先画一幅鸳鸯图。好。聘得春风采尺素，书成明月寄君捐。还差最后一步。什么？自然是李姑娘的印章。画是你画的，字也是你写的，不盖印怎么行？字美，画美，当然人也美。刚刚江世子说的合作之事还没说完呢。哦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我想入赘你们丞相府。江世子，这是何意？很简单，你们丞相府需要一个机会，我需要一条活路。我入赘丞相府，对你们至少有3大好处。哪3大好处？第一，表明立场。我江家手握北京兵权，丞相府位列文官之首，素来不睦，朝野皆知。若我入赘，等于向满朝文武向陛下表明，江家愿意低头，愿意主动割舍未来继承人。我不再是江家世子，只是丞相府赘婿。对陛下而言，这是安抚，是交代；对丞相府而言，这是功劳。外人只会觉得是李家替朝廷替陛下先一步化解了江家的威胁。第二，得名声。今夜的事李姑娘已经看到了，我若真是草包废物也就罢了，可既然显露出了才名，再加上状元之名，很多事就不一样了。世人只会说丞相府识人如炬，李姑娘慧眼识珠。原本人人唾弃的纨绔世子，入了丞相府便脱胎换骨成了少年才子。得利的不只是我，丞相府的名望也会更上一层楼。毕竟世人最爱传这种长佳话，尤其是才子佳人的佳话。第三，长主动。李姑娘有没有想过，若今夜真的联名告御状，把买官之事闹大，最后会如何？轻则科场动荡，重则整个朝局震荡。若背后之人还有别的算计，李丞相身为文官之首，你觉得能独善臣身吗？
可我入赘丞相府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。我这个所谓的买官之人进了相府，等于成了你们手里的活证据。将来是进是退，是查是压，是拿来做文章还是反制别人，主动权都在你们手里。换句话说，我入赘不是给相府添麻烦，是送你们一张能进能退的牌。那你呢？你付出这么多，仅仅只是为了活命？活命难道还不够吗？当然，若还能顺便娶一个名满京城的第一才女，那这买卖我可就更不亏了。你，李姑娘，我不是说笑，你们需要时间，我也需要时间，两家合作是眼下最好的破局之法。你若愿意，可先去与李丞相商议，成与不成，我等你的答复便是。不过，这份定情聘书，江某可就先收下了。定情聘书，知音一曲落花前，微雨轻摇柳外烟。聘得春风栽尺素，书成明月寄君边。每句首字连起来，正是知微聘书。啊！李姑娘，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时间不多了，3天后我便要进殿面圣。他自然明白这话的分量。3日后科举放榜，江小白以状元身份面圣，届时很多事便再无转圜余地。咱们走吧。传闻里那个游手好闲的纨绔世子，和今夜我所见之人判若两人。他诗会上的从容应对，书房里的利弊分析，乃至临走前这暗藏心思的昌回诗，都让我无法再和江小白与废物2字联系在一起。我清楚，江小白说的合作绝非戏言，此事若成，是江家的生路，也未必不是李家的机会。世子，这真能行吗？虽说您刚才说的有理，可李丞相与咱们侯府一向不对付，这种事总不能只靠李小姐点头吧？所以才要看他怎么选。李知微若是聪明人，就该明白，眼下这局未必只是我江家的局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倒不是不信，我是担心侯爷知道您选了李姑娘，会当场打死您。好一个李秉章！这笔账江某记下了，别给我机会落到我手里，看我不整死他！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上车说。选的哪家姑娘？我觉得她就是个普通姑娘。普通好，普通事儿少。能进相府诗会的，再普通也是世家出身。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好像叫李知微吧？啥玩意儿？李知微？怎么诗会上还有重名的？逆子啊！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过，今夜谁都能选，唯独李知微绝对不行？你是不是诚心想气死我？侍卫，把我的刀拿进来，我砍死这傻蛋！父亲，您先别急，我知道您刚在李丞相那儿受了气，可您就不想把这个面子找回来吗？废话，老子当然想。那不就得了？机会这不就送到您面前了？什么意思？若是这2天李家主动登门下辟，到时候您不就能反过来将他一桩，狠狠拿捏他一次，也让他知道咱们江家的威风。威风？我威风个屁！你是入赘，不是迎娶。他上门只会笑话我，这事儿传出去，老子的脸往哪儿搁？侍卫，快把刀拿过来，我剁了这丢人现眼的东西！父亲，普通世家根本保不住我。您有没有想过，买官本就是个局，设局的人若是宫里内卫，该当如何？内卫？这不可能。所以我必须入赘更高的门楣。放眼朝堂，相府是文官之首，最合适。也只有这样，我这入赘之名才立得住。就算真是宫里内卫想动我动江家，也得掂量掂量。可李知微是京城第一才女，人家能看上你？就算那丫头一时糊涂点了头，李秉征那老东西又怎么可能答应？你当李家是什么地方？李秉征是街边卖菜的，3言2语就能点头？别人不敢说，这件事我有把握。最多2天，2天之内李家必一定登门。若是没有，还剩1天时间，再去挑别家，也完全来得及。父亲，孩儿从没求过您什么，就信我这一次，最后一次。
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？有，第一步入赘相府，第二步，我想寻个师承。师承？龙虎宗是大宗，和我交情不错，我给你搭线。父亲，我说的是文师，不是武师。逆子啊！咱们江家世代传武，你倒好，还想拜文师？你是不是真想气死我？就你这吊儿郎当的样，哪个先生能看上你？谁敢收你？我觉得林老就不错。就你，人家林老什么地位？别痴心妄想了。况且人家早就说了关门，不再收弟子。我不是打击你，事实就是如此。那我若是做到了，父亲可不许生气。好，我不生气。我倒要看看人家林老凭什么会看上你。江景成这粗鄙之人，平日里张口闭口瞧不上读书人，说我们文官满肚子弯弯绕，不如他们将门痛快。结果如今倒好，也知道把儿子送来诗会装点文面。依我看，他是知道儿子买官的事败露在即，来我这儿套近乎求情罢了。可他也不想想，他儿子名声烂成什么样，满京城谁不知道？买状元这事儿根本不是我能压下去的。紫薇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诗会结束了？还没有，只是女儿有件事想和父亲说。怎么，又缺银两了？不是银子的事，是关于江世子的事。我想和他联姻。你说什么？我想和江世子联姻。联姻？江小白，那个全京城都知道的纨绔废物，更何况买官之事一旦爆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自家女儿何等优秀，竟要和这种人联姻，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？不对，紫薇的性子我最清楚，沉稳知礼，绝非冲动之人。若无缘故，绝不会说出这种话。原因呢？是不是那小子威胁你了？没有。东西拿来。父亲先看看这个。好诗，好诗啊！平生见过的诗文不计其数，能让他如此失态的寥寥无几。而眼前这4首，全是以风骨为题连作而出，首首皆是佳句，气象凶心，更是远非寻常才子不比。这4首都是你做的？今夜诗会，我以风骨为题，此人当场连作4首。父亲觉得，能写出这4首诗的人，才学与心性究竟如何？只看诗的话，此人绝非寻常读书人能比。第1首写古，落笔便有峥嵘之气，不趋炎附势；第2首写志，锋芒内敛却不软弱，是藏风待时；第3首写人，立身不媚俗，有才亦有傲。至于第4首最难得，写的不只是风骨，更是胸中丘壑，能将志气风骨与世情融于一处，且一气呵成，这种比例远非寻常才子所能及。若要评价，此人当得起4个字：高才藏风，气象不凡。到底是谁做的？难不成是曾家那小子？不对，曾庆池虽有才，却还写不出这般气脉。是周家小子？也不对，他种词藻少了这份骨力。乖女儿，到底是谁？是江世子。这个江景京个儿子是什么货色？别人不清楚，老夫还能不清楚？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何能做出此等诗文？荒唐，简直荒唐！是不是那小子从哪儿抄来的？这话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。诗会题目是当场拟定的，不可能提前压得这么准，更别说连作4首，首首上乘，绝非抄录拼凑可得。若诗真是江小白所作，那事情就和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了。就算诗真是那小子做的，也不至于让你动了联姻的心思吧？这其中是不是还有别的事？这都是那小子说的。他真舍得入赘咱们相府？是，而且女儿觉得江世子说的有道理。不知父亲意下如何？不可否认，江小白那番话让我震动极大。对方对朝局的判断，连联姻利弊的分析，连我这个当朝丞相都不得不承认，看得比预想为远得多。买官之事一旦闹大，
我身为丞相，未必能全身而退。可若是江小白入赘相府，不仅能在圣上面前邀功，就算日后追究起来，主动权也握在我们李家手里。知薇，这毕竟牵扯到你的终身大事。父亲多虑了，既是合作，女儿自然不会稀里糊涂赔上自己。他绝非一时冲动，这些都已经认真考量过。若此事真成，女儿自会与他约法三章，哪些事能做，哪些底线不能更，都会先讲清楚。另外，此人与传闻中确实不太一样，女儿倒也觉得他有些意思。坏了，我太了解自己女儿了，若只是为了家族合作，她绝不会露出这般神情。如今这份兴趣，说明江小白那小子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不一样的印记，他的心情瞬间更复杂了。不过父亲这边怕是要为难一些，毕竟您和江侯爷矛盾颇生，此事若要成，总得有人先低头登门。江世子是入赘，主动的人该是您。就在不久前，我还拿着江景当笑谈，句句带刺，半点情面不留。这才过去多久，就要自己主动登门谈联姻，这脸实在太难放下了。这个倒确实有些麻烦。我堂堂当朝丞相，最重体面，江景成是个又臭又硬的武夫，我们两人明争暗斗多年，谁都不服谁。主动登门，光是想想都别扭。可一想到江小白分析的朝堂局势，我又不得不认真起来。这事关重大，不能只赌一时义气。我考虑考虑吧。那女儿先行告辞。小姐，您真打算嫁给那个纨绔啊？你说错了，不是我嫁给他，是我娶他。世子大人，来得挺早。世子吩咐，属下怎敢耽搁？对了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？属下张新年。张新年，名字不错。走，陪本世子出趟门。3日之期只剩2天。世子昨日刚在市会闹出那么大动静，今日不在府里待着，反倒往外跑，又要折腾什么？少爷，咱们这是去哪儿？去见一个人。不知世子要见的是？李之微的老师，曾经的太傅蓝老先生。连老先生，世子，这不妥吧？连老先生何等身份，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，更何况咱们武人也不适合进这等文墨之地。本世子可没习武，所以本世子不是武人。您的确不是武人，可您也不是文人啊。蓝府只欢迎文人墨客。哦，那你觉得我什么人？没事儿，你直说，我不生气。说世子您是浪人，好听了点儿；说您是废人，又过分了点儿。所以依我看，世子您应该是个又浪又废之人。好字。这位公子，请止步，不知二位可有请柬？若是没有，也可留下姓名，小的替您代为通传。镇北侯府江小白。江小白，那个京中有名的纨绔世子。见过顾先生，顾先生您怎么来了？走。
真出了事，自己来背锅。咦，那江家世子呢？这兴许是走了吧？也对，这里是连府，别说世子，便是王公贵族来了也得守规矩在外候着。他多半是见势不妙，自己退了。刚才还一副直闯的架势，怎么走了几步就停下了？世子又在打什么主意？来了。世子停在这儿，竟是在等他们。顾老先生，你是？在下江小白，出身镇北侯府，早便听闻顾老先生大名，一直无缘得见。今日一见，方知盛名之下无虚事。尤其先生这气度风骨，着实令人心折。你是镇北侯江景成的儿子？正是。镇北侯府满门忠烈，这些年为大华守边拒敌，流血立功，朝野上下谁不敬重几分？只是老夫近来听说，镇北侯府的小世子平日里似乎颇为意气风发。来了，果然绕不开这名声。嚣张跋扈，肆意张扬，说的莫不就是你吧？顾老先生说的没错，此人确实是我。不过世人毁誉常失其真，耳闻百遍不如当面一观。就拿晚辈来说，此前只是听闻先生大名，今日得见，才知老先生并非只有亲名在外，单是这份气度风仪便让人折服。你倒是有些意思。对了，若晚辈没猜错，顾老先生今日来连府，应当不是偶然吧？何以见得？若只是寻常拜会，不必来得如此匆忙。方才连府书童见了先生，恭敬之外还有意外与喜悦，说明先生多半是临时受邀，并非早有定约。所以晚辈斗胆猜测，林老先生请您来，怕是为了什么值得一观的东西。不过世人毁誉常失其真，耳闻百遍不如当面一观。就拿晚辈来说，此前只是听闻先生大名，今日得见，才知老先生并非只有亲名在外，单是这份气度风仪便让人折服。好眼力也好心思，你说的不错。昨夜老夫收到蓝老飞鸽传书，说有4首名作出世，要我前来一观。4首名作？等等，该不会就是自己昨夜在诗会上写的那4首吧？蓝老向来眼高于顶，能让他连夜传书请老夫过来，这事儿可不常见，所以老夫一早便赶了过来。怎么，瞧你这神情，莫非你也听说了那4首诗？这略有耳闻。若只是略有耳闻，待会儿你也跟着开开眼界。能被连老称为名作的东西，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见到的。跟着开开眼界，若那4首诗真是自己写的，这眼界开的可就有意思了。既如此，那晚辈今日倒是来得巧了。顾先生，我家老师说了，您到了直接带您去西厢。好说，你也一块来吧。我本以为能混进蓝府就算世子本事大了，结果居然还搭上了顾老先生，被顺手带了进去。不知为何，他忽然觉得自家这位世子好像真的和从前不一样了。那眼力，那谈吐，那份从容，这还是他认识的纨绔世子吗？顾老来了。先生见过顾老。我先前只觉得顾老身份不低，却没想到在此地这般受人敬重。这位顾老到底什么来历？他方才看江小白和对方谈笑风生，张口就是久仰大名，还以为世子当真认识。闹了半天，压根儿不知道人家是谁，属下也不太清楚。得，白问了。真正的主人林老先生还没到，否则妾不会这般散漫。此行目的只有一个，拜师。光和相府联姻不够，要坐实状元之名，必须有师承，尤其是林凤说这等名望的师承。拜入他门下，日后谁还敢轻易拿纨绔买官说事？无论如何，今天这扇门他都要撬开。顾老，你身后这位，莫非是您新收的学生？之前怎么从未见过？哼，我见过他，他是镇北侯府的小世子，也是咱们京城最有名的纨绔啊！他就是江小白，竟是他，难怪瞧着眼熟。可他怎么会到这里来？连老的西厢之地，岂是什么人都能进的？这人看着眼生，想来是对方认得他，我不认得对方。哦，这位仁兄见过我，像世子这般人物，京中谁不认识？也是，本世子平日里不是在赌坊，就是在勾廊听曲儿。呵呵，就是不知你是在哪儿见到的我。这问题根本没法答。说在街上见的太假，说在赌坊勾栏见的
不等于承认自己也常去那种地方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春月楼。本庶子好像在春月楼见过你，当时你坐的还挺靠前，看姑娘看的那叫一个认真。混账！我怎么可能去那等肮脏之地？肮脏！春月楼里有曲有乐，有酒有肉，灯红照夜客，弦管入高楼。若将人心洗，何处不风流？好诗虽不是正经研制之作，却写得洒脱自然，带着一股魂不吝的机风。人心端正，勾栏瓦素也能听曲饮酒；人心污浊，便是身在这清雅西厢，也未必比旁人高洁。妙啊，此诗不错。蓝老，见过林老先生，见过林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老，晚辈江小白，出身镇北侯府。哦，你就是江小白啊！倒是没想到江景城那样一个只知舞刀弄枪的武夫，竟能生出你这么个儿子，不错，很不错。林老先生谬赞了。当今八王爷次子萧清修，皇亲国戚也好，不过是陌生人，我还未必看得上对方端着的架子。世子，这位小王爷好像对您有些敌意。敌意？没错，属下常年在军中，别的未必准，这种眼神见得多了。他方才看您的时候，明显带着不喜，感觉像是早就对您有看法。正常，本世子这名声，放眼京城，谁见不得先皱皱眉？若只是因为纨绔名声，倒也罢了；若另有原因，这份敌意就耐人寻味了。是因为李知微，还是别的？知微，把那4首诗词拿出来，给大家一观吧。这4首作品，老夫昨夜反复看了数遍，越看越觉惊艳。若只论风格2字，不论是诗是词，都不输当世名篇。各位不好意思，嗓子突然不太舒服，见谅见谅。我之前还只是猜测，现在那4首名著100%就是自己昨夜在诗会上写的了，没跑了。这4首诗不只是佳作，风骨与气象并存，绝非寻常学子可比。便是放在近几年京中诗作里，也当属上乘。至于写诗的人，容我先卖个关子，等各位品评之后再说不算。李姑娘，这人竟真有如此才华，还请告诉我等他到底是谁？这家伙明明知道是自己，还故意装模作样，着实讨厌。我这会儿总算反应过来了，让连老赞不绝口的4首名作，竟然就是世子写的。妙啊！这4首诗词着实妙，好一个风骨！这一句写得太绝了，4首连作竟首首不落下乘，当真厉害。此人笔下不仅有气，更有骨，难得。作此诗者，绝对有大才。这等诗文，绝不是寻常年轻人写得出来的。知微，这诗这词是你所作吧？你这丫头就别卖关子了，这4首诗到底出自哪位大家之手？不是我。够了！从刚才到现在，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笑，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们觉得这4首诗不好？不是。还有你，管好你的下人！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岂容你们这般无礼放肆！哼，这4首诗词，怕是你这辈子都做不出来吧？其实这4首诗，正是江世子所作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是他写出来的！一个纨绔，一个整日流连花楼赌园的浪荡子，怎么可能写得出如此诗句？李姑娘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或者你是被他骗了？小子果然和传闻里完全不一样，先前竟是一直在藏拙。
是不是当着大家的面验证一番，不就知道了？既然诸位心中都有疑惑，与其空口争论，倒不如直接验证。如此也免得污了李姑娘的清誉，更免得埋没了真正的才名。我想，江世子自己应当也很乐意证明一番吧？哪里是证明，分明是把她架在火上烤。今日我接了，写得好，旁人顶多说是侥幸，稍有不慎，前头立起的才名会瞬间崩塌，连带着李知微也要受人质疑。此人心思够毒。小王爷的意思我听明白了，意思就是谁名声差，谁就得证明自己是吧？那照这么算，往后京城谁骂我一句，我都得当街赋诗自证明白。若真是如此，那用不了多久，我便要成诗仙了吧？当然了，本世子向来最好说话，若只是写诗，其实也不是不行。我总觉得这家伙绝不会这么老实。可问题是，写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也讲究兴致。有人一杯酒下肚，诗来如泉涌；有人枯坐半日，也憋不出半个字。本世子若真在这里硬着头皮写，写出来的东西未必能让诸位满意。到时候写得好了，你们说是应该的；写得差了，你们又说本世子浪得虚名。唉，这买卖怎么看都是本世子吃亏呀。不过，若是林老先生亲自出题的话，那本房子倒是愿意试上一试。原来你在这儿等着呢。自家世子是什么话都敢说啊！你倒是胆子不小啊！哼，晚辈若胆子不大，今日也不敢闯连府的门。让老夫出题，那你可别后悔了。自然不会后悔，还请先生出题。既如此，你便以门为题吧。门？怎么？这题你觉得简单？简单倒也谈不上，只是晚辈忽然觉得，连老这题，倒像是专门为我准备的一般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写吧。若写得好，今日之事，老夫便只当你有胆有才；可若写不好，那你今日这门怕是要白来了。威儿，帮我研墨。好一个不曾容得少年才，妙，实在妙。好一个少年才，好一个笑里来。你这小子倒真敢写。题是连老出的，晚辈自然尽信。好，这一题算你过了。既如此，那学生就此拜见老师了。且慢。怎么？莫非小王爷也想拜一拜？林老恕罪，晚辈并非有意冒犯，只是觉得拜师毕竟不是儿戏，尤其是拜入林老门下，更不是做出一首诗便可轻易定下的事情。方才这一题，的确足见江世子诗才，可诗才只能证明他会写诗，却未必能证明他担得起连老门下弟子的身份。原来如此，我还当小王爷要说什么呢？你这话听着倒也有几分道理。诗才归诗才，拜师归拜师。若只因一首诗便觉得我江小白配不上林老门下，那确实情有可原。不过有件事，本世子倒是有些好奇。方才小王爷说，诗才不能证明一个人担得起林老门下弟子的身份。那本世子想请教一句，在小王爷看来，究竟怎样才算担得起？是门第要高，还是出身要正？是名声要洁，还是脾气要顺？又或者，是得先有一块好玉佩，才算有资格站在这里说这种话？
江世子，牙尖嘴利可不是什么本事哦。那小王爷的意思是，您有别的本事？既如此，借着林老和诸位前辈都在，不如你我二人比划比划。我若输了，今日便老老实实退出连府，再不提拜师二字。可若是小王爷输了，如何？简单，从今往后，谁再说本世子胸无短墨，小王爷便替我骂回去。当然了，小王爷若觉得和我这等纨绔比试有失身份，那得当我没说。反正左右不过是站着说几句公道话，不费笔墨，也不伤体面。这一点，本世子还是懂的。够了！老夫这门开不开，收不收，老夫自己说了算，哪里轮到旁人指手画脚？蓝老，晚辈并无冒犯之意。有没有，老夫心里清楚。还有你小子，刚刚那首诗确实不错，但拜师想的倒是挺美。你若真想拜在老夫门下，那便再答老夫一问：你今日想进的到底是老夫的门，还是这天下的门？那就要问蓝老，您这扇门能否代表这天下之门了？哦，代表不了如何？代表得了又如何？若是代表不了的话，那林老这门我会进，而天下的门我也会去看。若是能代表的话，那晚辈便更想进去看看了，看看连老您这门是铜墙所筑，还是只需靠一张嘴就想挡住天下人。好，不过我的门不过一扇旧门，挡不了天下人，也担不起天下门。你不必将它看得太高，当然，也莫要将自己看得太低。总之，这门你若进了，不要后悔便是。老师说笑了，正所谓旧门有旧气象，不遮人来路，不惧路去人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旧门接地气，所以弟子喜欢得很。入我的门有些规矩要遵从，具体如何，便让威儿和你说吧。是，那就麻烦威尔师姐了。恭喜蓝老，又喜得一位高才弟子啊！蓝老，晚辈还有些事，先告辞了。世子，这小王爷必须小心一些。我知道。师姐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如何？我不去。老师说让你帮我讲讲规矩呢，又不是说别的。当然，就算说，也最多是谈谈咱们之间的婚事而已。婚事？江小白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还有，你以后可不能叫我江小白或者江世子了，以后怕是需要换一个称呼喽。江小白，咱们还没成婚呢。啊？我的意思是我现在也拜师了，你应该叫我师弟了。这也需要咱们成婚之后才行吗？哎呀，他之前怎么就没发现这个家伙如此讨厌？好了，不逗你了，这次多谢了。谢？自然是谢你帮我入门，我又不傻，你出现在这里就说明了很多问题。蓝老表面为难，最终肯答应入门，必然有你的周旋，否则断然不会如此轻松。我可没帮你。好，没帮。那关于规矩的事，还请师姐说说吧，我听听看。听好了，
老师门下其实只有3条规矩：其一，入门之后每个月需成1篇文章供老师批阅，内容不限，但不得敷衍称记；其二，老师若有召唤，无论何事不得推诿；其三，老师收弟子从不看门第，但有一点，若是弟子日后行差踏错，做出有损清誉之事，老师会亲自登门将其逐出师门。就这3条，简单。简单？你可知老师所谓的有损清誉，并非只是寻常品行有亏，2日后便将放榜。若届时你这里处置不好，那老师这边怕是……我知道，所以我会妥善处理好，争取不浪费师姐的一片心意。那你具体打算怎么做？光靠师才的话，可不太够用。这个嘛，师姐你就放心吧。与其聊这个，还不如聊聊我岳父大人何时登门，我这儿也好早做准备，不是？小白，你……小白，我的规矩威儿应该也和你说了吧？具体怎么做你也清楚。另外，我给你半月时间，第1篇文章给我送过来。用不到半月，明天我便差人给您送来。哦，如此更好。那学生便告辞了。老师，您看他如何？此子聪慧了，确实和所传不太一样。这状元尽管是他买来的，但却配得上此名。所以我这里的名，他愿意借就借吧。多谢老师，今日出现在这里，连他都有些意外，而且他的目的竟和自己不谋而合，由此足见江小白心思之缜密。他也相信，就算没有自己暗中帮忙，江小白或许也能拜入连老门下。所以我倒是挺期待他第1篇文章会给我什么样的内容。老师，那我也告辞了。去吧。对了，有空了，你去国子监劝劝沁儿那丫头，就算再怎么生我的气，是老师，也不能不回家吧。世子，咱们有马车，你为何非要走回去呢？走一走，才知道这人间值不值得我来这一遭。现在看来很不错啊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世子您今日这番作为，属下着实没想到啊。蓝老是什么人？昔日太傅，当朝文宗，多少年没收过学生了，您就这么给进去了？其实我今天就算不表现也能进去，只是表现一下更能堵住悠悠众口罢了。嘿，就是不知侯爷听了会是什么反应。老爹的反应我多少能猜到，当时说着不生气，可真拜了文师，就等于没回头路了。真知道了，怕是恨不得踢死我。小白这一早便出了门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该不会是出什么事情了吧？哼，他能出什么事儿？就他那德行，最多也就是在外边丢人现眼罢了。你嘴上说的厉害，心里怕是比我还急。胡说八道！我急他做什么？他要是真死在外边，倒还省得继续给我惹麻烦。侯爷夫人，侯爷夫人，世子回来了。什么？哼，回来就回来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快让他速速来见我。是。你这臭小子，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害得我和你父亲一直担心到现在。哦，我可不担心，这逆子死在外边也好，免得继续节外生枝。你少说两句。说说吧，此次去蓝府，结果如何？是不是在人家门外敲了1天门，连门槛都没能迈进去，最后灰溜溜跑回来了？父亲，孩儿已经成功拜在林老门下了。你还会说谎了？这种事情你也敢胡编？侯爷，世子没有胡编，属下可以作证。世子大人他确实已经拜在了林老门下。逆子啊！咱们江家乃将门世家，祖上几代人哪个不是提刀上阵，马革裹尸？何曾出过什么文人墨客？你这个臭小子，不仅跑去拜了个文师，而且拜的还是林凤泽。这事儿若传出去，我江家颜面何在？说好不生气的呢，况且颜面本来就没了。你在那儿小声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这逆子，简直气死我了！小白，你别听你父亲胡说八道，这是好事，
是天大的好事。蓝老是什么人？别人求都求不来的机缘，竟让你得了。你放心，你父亲那边我替你去说。那就麻烦娘亲了。对了，孩儿还得写文章，便先回去了。写文章？你吗？好，好，那你快去吧。是，孩儿告退。走了。走了。怎么不生气了？别说，我倒是小看这臭小子了。这小子从小到大对武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武是走不通了。若是真能走文的话，倒也未必不是一条路。可咱儿子大字不识一个，这文，唉，不管如何，他成功败在了林老的门下，终归有所希望。而且有此名撑着，至少在放榜之前，这小子身上也算是多了一层护身符。那你刚才还发那么大火，还说什么江家颜面？哼，我发火是因为不想让这臭小子居功自茂。至于颜面，虽然重要，但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了，他不能再出事了。若是老大老二还在的话，想必也会为这臭小子开心吧。是啊，不过说起来，这臭小子怎么就突然间开窍了？开窍还不好吗？说来说去，他也是咱儿子。那倒是，看看这臭小子还能给咱们带来什么惊喜吧。不行，得再加把火才行。光有师徒名分不够，得让这位老师真正觉得我这弟子收的值。有了，身为师者，有谁能扛得住师说呢？妙啊，到底是韩大家，这一笔落下去，味儿就是不一样。来人，世子，去，把这篇文章送到连老府上。是。等等，世子还有吩咐？到了连府之后，替我带一句话给老师，就说这篇诗说只是前半篇，若老师想看后半篇，那便请他明日亲自来一趟江府。啊！放心吧，按我说的做便是，他明日一定会来。属下明白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日李家也该登门了吧？林凤硕那边下了钩，李之琳那边该说的也都说透了。李丞相若是聪明人，就该明白，眼下联姻不是低头，是长势，所以明日怕是会很热闹。蓝老若来，李家也来，这场面怕是我那便宜老爹要坐不住了啊！万事俱备，接下来就等着他们上门了。你说说，这江世子今日才刚刚拜师入门，转头就让人送来文章，未免也太急功近利了吧？哼，谁说不是呢？刚入门就急着表现自己，这心思也太明显了些。而且，他一个满京城都知道的纨绔，能写出什么好文章来？哼，我看多半也就是拿几句词藻堆砌一下，想在老先生面前卖弄卖弄罢了。是啊，平日里不学无术，整日斗鸡走狗、流连花楼赌坊，这种人哪怕真写得出2句诗，也不过是侥幸而已。可文章不一样，文章讲究的是学问、见识、底蕴，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东西，岂是他这种人想写便写得出来的？要我说，老先生这次愿意收他，已经算是天大的恩典了。哼，可这位江世子偏偏还不知道收敛，刚入门就整这一出，真是不配啊！好文章啊！刚刚没听错吧？蓝老这是在叫好，而且声音里的激动几乎都快压不住了。妙极了！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师者
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好，好啊！这一开篇，便将师道二字写得如此透彻，当真是开宗明义，直指根本。好一个传道授业解惑也！哈哈哈哈！这小子还真给了老夫一个天大的惊喜。连老竟然真的在夸江小白，而且还夸得如此失态。这怎么可能？生乎吾前，其闻道也，故先乎吾。吾随而师之。生乎吾后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。我随而师之。圣人无常师，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好一个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！此言一出，天下师道便皆在其中了。这哪里只是一篇文章？这分明是替天下求学之人正名立心。这小子，这臭小子，平日里装的不显山不露水，真落笔时却是一鸣惊人呐！有胆有才，还有这等见识，难怪今日敢站在老夫面前，还敢质问我来。没了，怎么没了？下边的那儿，这臭子故意的，绝对是故意的。